LV 疯了吧？前脚刚把茉莉奶白告到判赔1000多万，把国内大大小小的个体户折腾是鸡犬不宁，一转头又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上了法庭啊！但是更魔幻、更让人直拍大腿的是就在这场官司开庭之后的不到10天，他们还要在上海高调推进他们2027早春度假系列的线下大秀，这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用心极其险恶。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一个卖塑料包的法国贵族，在面对中国市场和中国法律的时候，到底是一副怎样吃相难看的面孔。就在7月16号的早上9点30分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第15法庭里，一场民告官的行政官司正式开庭了。原告路易威登玛丽蒂，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一个叫黄明耀的普通人。那这起纠纷的起点其实呢并不复杂，这个叫黄明耀的申请注册了一个花瓣形状的图形商标，想用在皮革和衣服上。LV 一看，哎呦喂，这怎么行呢？在他们的逻辑里全天下的四瓣花都得贴上他们路易威登的标签。于是呢，他们跑去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异议，要求宣布这个商标无效。结果呢，国家知识产权局经过严谨的审查觉得这根本不构成混淆，驳回了 LV 的无理诉求。嘿，这一下LV 的大脾气上来了，在华横行霸道惯了一看国知局没有顺着他的意，转头就把中国的政府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直接送上了被告席。各位听着是不是觉得很正常啊？有些懂法律的律师也跳出来洗地，说这是企业正常的司法救济，法律允许不服行政裁定提起诉讼。没错，法律是允许，但你用脑子想想LV 起诉真的是指望在法庭上赢吗？他根本就不是为了打赢这场官司这背后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大家伙琢磨琢磨，起诉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行政机构，动静闹这么大，他们图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裁决代表是国家公信力吗？他们不知道在中国跟政府机构打官司有多敏感吗？他们太知道了他们就是要故意闹大。那这些年呢，美西方政客商会和媒体一直在国际上疯狂的攻击咱们说我们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外资企业进行行政干预，营商环境不断恶化。他们正愁找不到白纸黑字的证据呢。LV 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起诉中国的官方机构，简直就是瞌睡送来的枕头。只要这个官司一打那不管是输赢，美西方下一年度的对华营商环境评估报告里就会多出一条扎眼的记录。西方标志性外企路易威登在中国因为商标纠纷不得不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这证明了中国在保护外企知识产权上的系统性不力。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泼脏水和污名化吗？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司法起诉的行为，把合法的诉讼程序硬生生变成了抹黑中国营商环境、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的政治工具。咱们再来看看LV 这个所谓的商标帝国对我们的法律和规则到底是一种怎么样极度双标和自私的态度。那就在最近国内非常火的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因为这个杯子和包装用了疑似四瓣花的图案，被判侵犯了 LV 的7个商标。判决结果震惊了整个行业茉莉奶白要赔偿 LV 整整1030万人民币。这笔罚款直接刷新了国内新茶饮行业商标侵犯赔偿的天花板那当时在法庭上 LV 之所以能赢，他们手里面拿着最大的最致命的铁证，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之前出具的近似商标驳回决定。那个时候 LV 口口声声在法庭上宣称国知局的决定就是真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靠着国知局这柄尚方宝剑在中国市场上持续挤压本土品牌的生存空间。可是当风向稍微变了变，当国知局在面对另外一个普通人的商标申请时，经过独立客观的评估，完全没有顺着 LV 的意思，没有让他继续在中国野蛮扩张，垄断一切花卉图案。LV 的脸变得比翻书还快前几天还被他们捧为公信力天花板、尚方宝剑的国知局裁定，转眼之间就成了他们起诉、攻击、诉上被告席的靶子。顺我者那就是真理，逆我者就是被告。听话的时候是尚方宝剑，不听话的时候就成了垃圾靶子。
作为一个在中国市场上赚走海量利润，靠着中国消费者撑起它万亿市值的跨国巨头，对中国的国家行政机关、中国的法律规则，竟然用这种翻脸不认人的实用主义态度，这种极度自私、极度双标的傲慢姿态，谁给你的勇气啊？更让公众愤怒，甚至连最高检都忍不住通过检察日报发文痛批的，是关于文化反向收割的底层焦虑。看看 LV 那枚著名的值1000万的4瓣老花图案，再对比下咱们唐代的宝相花、汉代的士地纹，只要你的眼睛没问题啊，谁看不出来这中间的血脉相连啊？这些东西啊，是我们老祖宗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给全体中国人留下的公共美学遗产。结果呢，西方奢侈品啊，在100多年前把这些中国的传统元素拿去稍微改了改，加上他们自己的英文字母，就在国际上注册成了他们独占的专利和商标。然后呢，他们利用一整套由西方主导的现代知识产权法律，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展开了疯狂的反向收割呀。数据摆在这里，近5年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竟然高达1691起啊，平均每天都有人被他们起诉。光是2020年的上半年新增的诉讼就有56起。他们起诉的对象都是些什么人呢？有茉莉奶白这样的大企业，但更多的是街边的个体户、卖衣服的小商家，甚至连路边的鸭血粉丝店都没放过。只要你的包装、你的衣服上出现了一朵长得稍微像一点的4瓣花，他们就带着庞大的律师团队冲过来索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千万的赔偿啊！这不就是借了你家的传家宝去发了财，回头还要拿着传家宝告你全家偷盗的设计，甚至要把你全家送进班房吗？最高检的检察日报说的非常明白很多公共的传统花纹在注册后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向收割，这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痛点。公共传统花纹不该被当成完全原创的图案去全力保护，绝不能让公共文化资源变成个别企业的私产和恶意垄断的工具。最高检的文章发出来还不到1周LV 就悍然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这已经不是在打官司了，这是在用实际行动向我们的社会公识硬顶啊！这是用他们的资本力量向我们14亿人的美学记忆，向我们自古以来的文化边界发起的一场公然挑衅。可是最魔幻、最具有戏剧冲突的地方就在于这帮资本家一边在法庭上硬杠国家的知识产权局，一边呢也要在7月25号在上海的黄浦江畔高调举办他们2027早春度假系列的线下大秀。一边是法庭上的硝烟，一边是黄浦江畔的红毯，两出大戏同时上演，简直是把人格分裂和资本双标演到了巅峰。他们想用时尚的虚荣、红毯的华丽，以及中国顶流明星们的海量流量，来冲淡这我刚刚在民间点燃的文化怒火。他们想用中国明星在红毯上的笑脸，来帮他们洗白起诉国之局的恶劣形象，让大家觉得他们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被所有人追捧的时尚教主。现在一张网传的出席名单已经在社交平台上疯传了里面的名字足够震动半个娱乐圈，每一个名字都是中国互联网上的顶级流量黑洞。但到目前为止细心的网友肯定发现了，无论是 LV 的官方微博，还是这些明星的工作室，全程静默，没有发出一条预热物料，没有任何官宣。为什么呢？因为两边的公关团队都急疯了呀！在这个极其敏感的舆论关口，谁去站台，谁就是顶着海量敌制在火海里跳舞。尤其是名单里的这2位，处境是最为尴尬，直接被架在火上烤。第一位是刘天仙，神仙姐姐在2021年就成了 LV 全球首位华人代言人，跟这个品牌深度绑定了快5年了。那往年呢，只要是国内的主场大秀她作为全球的代言人，几乎是逼到现场撑场面的。可是这一次呢，去他可能要面临全网的口水，不去，背后那份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商业合同和违约条款又像个紧箍咒一样套在头上，甚至可能面临整个集团的全面挤压。天仙会怎么选呢？还有第2位更是微妙到了极点，那就是奥运冠军王大头。大头在2025年的2月刚刚被官宣为 LV 品牌大使的。作为一个国家队运动员，一个承载了无数国人家国情绪和民族自豪感的体育英雄，在这个敏感时刻，他要是穿着一身 LV 去给这个砸中国饭碗的品牌撑场子，他的粉丝以及爱国的中国网民会怎么看他呢？
目前呢，他的团队一反常态的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种沉默到底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缓兵之计，还是团队正在进行疯狂的风险评估？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啊。那不只是他们呀，名单里呢还有其他明星。现在估计公关团队啊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去砸口碑，不去砸饭碗。LV 这场大秀，名义上是展示时尚新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场测试中国顶流明星价值选择的鸿门宴。他们是在用金钱、合同和资源，把中国的顶流明星逼到墙角，逼着他们在商业利益和家国情怀之间做选择，甚至想用他们当挡箭牌，去抵挡中国消费者的怒火。那我相信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听到这儿，心里面都会憋着一口气。跨国资本在中国躺着赚钱，还可以一边挣钱一边使坏的时代，该彻底终结了。LV 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商业的底线，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尊严和制度的公然挑衅。那么，如果是你面对这样的傲慢、双标，甚至带有政治操纵企图的洋品牌，你会怎么做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